大家好，我是鬼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聊起酒店诡异事件，大家应该不陌生吧。2017年鬼叔曾经为大家讲过黑色大丽花惨案和兰可儿事件，这两起事件呢均发生于塞西尔酒店。美国塞西尔酒店位于洛杉矶市的中心，建立于1927年，之前发生过诸多的离奇谋杀案，这所酒店也被称之为最黑暗诡异的酒店。曾经有美国知名的节目就曾说过，这酒店里有着强大的负能量，并住着大量的恶灵。那么今天的故事就从酒店开始。409号房。鬼叔，这件事发生在我的身上，在此也告诫各位，住酒店千万要留心。那天我到深圳找我对象，他帮我订的酒店是龙岗区的一个艺术客栈，靠近他家和地铁站。昨晚呢，陪他忙完以后啊，我就回酒店休息去了。刚开始一切正常，结果到了半夜1、2点多的时候，我当时刷着短视频，都有点困，准备睡了，先上了一个厕所，然后躺在床上关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刚关灯的瞬间，浑身起了鸡皮疙瘩。我下意识地以为是空调的原因，再一看24度，也不冷呀，但还是后背发凉。这种感觉以前从来没有过，我就以为是自己太累了，毕竟是周六6点半起了个大早去了动车站，坐了足足5个多的小时动车和1个小时的地铁。接着我就躺着，大概过了10多分钟吧，我突然听到了个声音，哒哒哒哒的声响。我以为是空调太破了，会不会是扇叶的声音，也就没在意。结果过了会儿还是睡不着，再仔细听，这个声音就开始时断时续。要知道现在凌晨了，按理说路边摊都收摊回家了，周围特别的安静，而我听到的这个声音就像是指甲敲击塑料外壳的声音，而且还有着一定的节奏。接着又多了一个声音，就是拉窗帘的时候布料互相摩擦的那种声响。我还纳闷啊，不可能吧，我睡觉前这窗帘都是拉好了的。结果我睁眼一看，窗帘在自己动。现在的我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依然会毛骨悚然。当时那个窗帘是从中间往一边拉的，但是似乎那个东西没什么力气，就是拉不动，一直的摩擦。我当时整个人都麻了，后来只能的安慰自己，这个窗帘的摩擦肯定是空调吹的。直到后来这个声音消失了，结果又传出了小孩子走路的声音，就是在地板上跑。我还真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准备翻身睡觉。可当我往右翻身的时候，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有东西在拽着左边的被子，而后就有指甲敲击外壳的声响，拉窗帘的声音和小孩子走路的声音起伏不断。后来我就感觉到有东西踩在了我的床上，身体呢往一边下陷。因为是酒店的软床垫，一开始是左边，后来是2边都有。当时是凌晨时分，我真的快吓死了，就这样一直熬到了5、6点的样子。外面逐渐传来了吆喝早点的声音，我一直等到7点天亮了才敢起来。接着呢，我马上去看窗帘，发现窗帘是2层的，外面是厚的银色的布料，里面是那种正常的布料。我印象里昨晚睡前有一边银色的布料我压根儿就没拉，但是白天我看的时候2边都是拉着的。后来我还发现，正常的酒店为了避嫌会跳过4这个数字的楼层，或者呢用来做会议室呀什么的，但这个酒店呢并没有。我的房间号是
409号房。有人说，一切的恐惧源于未知。对于已知的东西，人是不会恐惧的，要么接受，要么反抗。只有对未知，尤其是可能对自身产生伤害的未知，才会恐惧。事实上，当任何未知变为已知的那一刻，恐惧都无影无踪了。下面这个投稿人，他会害怕什么呢？夜班。这些事儿都是我高中的时候发生的。一个是我在上高一的时候，当时呢我走读，中午和晚上都是回家的。我妈妈呢精神上有点问题，她比较偏执，她有一个癖好，就是把家里所有可利用的墙面全都安上柜子，然后呢有阳光透进来的地方全部拉着窗帘，就是比较怕光吧。她的皮肤呢比较敏感，导致我家的采光不是很好，空气流通也不强，挺闷的。因此呢，我从小就经常的鬼压床，应该也和这空气不流通有关。当时呢也习惯了，见怪不怪。但是我高一那年中午在家里睡觉，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在白天鬼压床。那次我努力的想睁开眼皮，好不容易睁开了一点儿，眼球转不动，余光就感觉我那个屋子的角落有一个黑色的人形物体在那儿。要知道我家那个角落里根本没东西的。当时的我实在是睁不开眼，就又迷迷糊糊的睡过去了。紧接着就听见了我身旁很近的地方有特别急促的喘息声，但我知道不是我自己的。我当时的呼吸非常的平缓，我以为是我爸，但他当时不在家。这个声音喘了很长的时间，我并不是很害怕，但心里呢就有一种无名的怒火，很生气很生气。接着我就使劲的用力，想要摆脱这种压床，使了一会儿劲儿，终于清醒了。我呢一拳往床边的那个声音来源打了一拳，但是什么也没有，就结束了。后来我白天也没再遇过鬼压床了。还有一个事儿啊，是刚刚高考完，我出去打工。我呢找了一个烧烤店，每天大概是半夜1、2点钟下班。我家的那个小区呢，当时正值翻修，是个老旧小区，路灯什么的都没有，走路呢也是得走得很小心，我得用手机的手电筒照着。有一回下班呢，我就莫名其妙的有一种被看着的感觉，就特别的别扭。不舒服的我就四处的张望一下，就发现离我大概50米远的地方，一个1楼的窗台，好像有个长头发的女人站在那儿，头发还在跟着风一块的飘。我脑袋嗡的一下，特别的害怕，但我看不清楚具体是什么样子的。我这人啊有一个毛病，因为家里人的精神都不太好，加上从小的体质虚，见过一些怪事，所以当时冷静下来之后并不是很害怕。这可倒好，我一不害怕就想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就强顶着压力过去看了看。然后到了附近一看，才发现不是女人，是一个很高的老式大风扇，上面搭着一个黑毛巾，毛巾被风扇吹的是微微摆动，像是一个女人。然后我环绕着这户人家，楼前楼后都留意了一下，发现他家没人，灯全开着，电器也开着，半夜1点多床上也没人，就挺奇怪。但我懒得多想，赶紧回家了。第二天我又到附近观察了一圈，但是他家的风扇不见了。那么大个东西，不可能就这么巧我一看就搬走吧。当时的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就挺奇怪的。回到家呢，我取钥匙开门，发现钥匙上挂着的高3那会儿老师送我的小挂件莫名的坏掉了，断成了几节。我还以为呢是自己干活给磕到的，但是接连几天我钥匙的挂件每天回家都要坏上一个，我就感觉不太对劲儿了，赶紧的和我爸说了。他想了想，把他钥匙上的朱砂葫芦给我了。
后来这件事儿也就慢慢过去了。而到了我去上大学以后，就再也不想打工了，特别是夜班的那种。烧纸。鬼说，我想讲一下我小时候的故事。小时候我经常看到脏东西，但有一次离我特别近，而且印象深刻。因为那天正好是狮子座流星雨群，那一年是2007年。我和另外2个小伙伴一起坐在了小区里的一个路灯下面，望着天上的流星雨。那天晚上流星雨特别的多，而且看得非常的清楚，大概看到了深夜将近12点。这个时候突然感觉到了背后发凉，就好像有人在背后盯着我。我条件反射似的想也没多想就转了过头，一下我就呆住了，汗毛也瞬间立了起来。我背后花坛旁边站了一个戴着黑帽子、一身黑色西服的男人，但是看不到脸，因为头顶上有灯。我很仔细地看了面部，看不到一点的五官。就短短1-2秒，我收集到了这些信息，尖叫着就站了起来，跑开了。另外2个小伙伴在听到我的尖叫声也吓了一跳，跟着我跑了。当时是跑到了我们家长打牌的茶馆里。第2天我去找小伙伴玩，又经过了昨天看流星雨的那个地方，看到了一个老婆婆在那里烧纸。因为当时还小，童言无忌，我呢就上去问了一下，老婆婆你在干什么呀？老婆婆说她儿子死了。我就惊了一下，在想昨天看到的会不会就是他儿子呢？怪物。我讲的是我见过的3种奇怪生物。第一个是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那会儿还在村里的时候，夏天挺热，晚上呢跟我爸在院子里睡觉。晚上我也不知道几点，那会儿感觉是挺晚了，接着就迷迷糊糊的时候看到了头顶有个类似机翼的东西，边缘还在发着光，好像是光一闪一闪的。我挺好奇的，就坐了起来，朝伸出机翼的地方看了过去。机翼就是从我家第2个院子那里延伸出来的，非常的大，但我因为那个时候还小，有点模糊，对这个部分就好像是看不到头和尾。后面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渐渐地睡了过去。我从小呢体质特殊，容易遇到东西，在初中以后戴上了一个开过光的手链，就很少遇到这些事儿了。这第2个故事啊，也是小学3、4年级的时候，那天是下雨天，我上了补习班回来，记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原因，那次我作业写得好，老师给了我一个小红花，然后路过村里的一个大沟的时候，听到里面有许多青蛙的叫声，还是因为好奇，我就慢慢地靠近了边上去看。那会儿雨下的也不是很大，再加上打着伞，结果我就看到沟里有3个灰色的东西在水的中间。这青蛙的叫声就好像是那3个东西发出来的。我当时呢只觉得可能是河马还是其他什么的，吓得抖了抖就走了。这个后续啊有点细思极恐。我初中的时候又想起了这个事儿，就问了一嘴我爸。我爸说那个沟呢在成垃圾沟之前，一到下雨天就有非常多的水，经常有人呢去那里面玩，淹死过很多人，邪得很。后来在2022年的时候，沟被填平了，周围呢又被围墙给围了起来。第3个故事呢时间比较短小，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东西，是精灵还是寿家仙呢？初中时早上上学要起得很早，5点半那样。那天我迷迷糊糊地醒过来，发现灯是开着的，我还有点懵啊，就是脑袋空空的。突然有个貌似戴帽子的小人儿从我眼前
慢慢地走了过去。他还在说话，就是我能听到声音，但根本听不懂他说的是什么。当时我想动想说话，但却根本动不了，也发不出声音。就大概几秒左右，我突然能动了，就坐起来看，可周围什么也没有。这个事情之后的1年左右，我们村突然拆迁了，非常的突然。也许我们村子里有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吧。游戏异动。我这个人基本没遇到过灵异，唯一的一次是看似可能是游戏 bug 的一个经历吧。当然，我这套说辞呢，可能你见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想证明自己所言非虚，我就给大家说道，当个怪事的投稿。这是一款2015年发布就很火的游戏 CF 手游，时间是2020年 AK47 的常胜百宝箱期间，我当时呢还在上初中。那一晚在抽百宝箱抽出了2把常胜，我迫不及待地拿着它去刷了游戏当中的挑战模式，重返巨人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游戏听书的习惯？我比较喜欢把游戏的内部音乐关掉，然后听一些音乐和说书，来刷挑战模式，打发这个刷怪的时间。那天晚上听的是周建龙老师的《鬼吹灯》，还有《鬼书怪谈》的某一集。刚进去就拿着心仪的武器去刷怪，一切都稀松平常。我们就正常的怼在刷怪龙的面前，在怪还没有分散就提前给他们突了。在刷到游戏中期的时候，我却突然发现游戏第1层的一个刷怪龙外明明是有空气墙的，限制玩家不能进入，但我却在不卡 bug 的情况下居然能穿过去。我拿着枪缓慢地走向了空气墙，在抵达限制的黑暗当中想一探究竟，但就要我在完全进入到黑暗当中的时候，回头看了一下进来的洞口。那时的我突发奇想，这个时候进入，会不会连我的灵魂也一并被吸入这个洞口？里面会不会有怪物什么的？总之我最后比较怂，也没有继续的探索，也不敢拍照。我担心拍照以后会不会就跟电影里面的情节一样，拍了就会遭到灵异事件的报复。慌乱之余，我抓紧地退出了洞，好在这个洞还能出来，没有被空气墙所限制。现在回想起来也没觉得害怕，如果让我再次的遇到，我大概会好好的探索一番。但这件事情发生的契机是什么？真的仅仅是一个游戏上的 bug， 还是说在大半夜玩游戏当中听了灵异说书以后会触发游戏世界的异动，就不得而知了。坟地。鬼说，我这个故事呢来自我初中的时候，依稀记得是读初2的那段时间，具体的月份不记得了。你也知道，有的学生呢对于月和日期没那么敏感，更多的都是周几，我就是这类。我们这边是广东农村里的初中和小学连在一起，晚上上自习可以在学校里住宿，也可以走读。当然我是属于走读的那种，为了逃避晚自习的第3节课，还有晚上能够多玩2下，而且家离得也不远，2-3公里这样。那时候我们那边骑电动车还不算多，晚上走读一般都是骑自行车回家。晚上为了安全起见，家长都叮嘱和同学顺路的尽量一起骑。可那天晚上有点特殊，平时下课都会和同班的2个同学骑回去村里，可那天那2个经常和我一起骑车的同学今天开了摩托车来。这里交代一下，那时候开电动车或者骑摩托车，初中的时候是一件很拉风的事儿，又抓得不严，又是在农村，家长管的也不是很严，所以会偶尔出现初中生骑摩托车这种的情况。回到正题，
下了晚自习，他俩就先走了，因为他俩顺路，顺道呢经过家门口的那种，所以 B 同学搭着 A 同学的摩托车就回去了。那时候的我又赶着回家看电视，为了赶时间，我就抄了一条近路。大路的话是水泥路，骑的人也比较多，而小路则比较阴森，但它比较靠近我家。这小路一路上都是大片的树林，还有一些土坟包。那天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就直直地骑进了小路。刚好那天又有新坟，不像是成人，反倒是像小孩子的坟，上面不是圆的，是那种像是一个诡异的椭圆，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但它那种锥形的草头横着摆了4个，那个坟头呢比成人的小了很多，刚好它又很靠近路边。此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我在经过那个拐弯口还是下坡路段的时候，隐约的听见有小孩子的哭声，然后我就拼命的骑，脑袋一片空白。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那段时间里从那群坟地骑回家是怎样的一个状态。骑回家以后呢，我就跟父母说了这件事儿，可父母却跟我讲这是猫在叫春，可我确确实实的听见了，它不是猫叫春，真的是一个小孩子的哭声。如果仔细辨别的话，猫叫声和小孩的哭声有很大的区别。我很确定我那时候没有听错，但父母都这么说了，我也不好意思的再争辩下去。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会不会是父母怕吓到我而撒了一个善意的谎？飞仙。鬼叔，前几年在云南上学的时候，我谈了一个异地的女朋友，清明节放假回老家扫墓，约定见一面。那时候坐得很晚的一趟火车，到家已经是晚上的9点多了。我们约定在一个刚修建不久的广场见面，一起去吃顿饭。我当时呢是跟2个朋友一块儿去到了约定的广场去等他，就用小帅跟小韩代替2个朋友的名称吧。我和2个朋友呢在那里坐了一会儿以后，下起了小雨。小韩说要去上个厕所，我就和小帅在那里闲聊打闹起来。在不经意间，我看向了广场的房顶，那个广场的房顶是尖的，并不是平常房屋那种平的。我就看到一个白衣女子在房顶上一下子就飘了过去，就和电影里面那种情节一样。当时呢我没有声张，跟小帅也在这时不约而同的再次坐在了凳子上，但我们2个都没有讲话。大概10秒钟左右吧，他突然的开口问我，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一个女的从房顶上飞过去？这话刚好是我也想对他说的。我说我看见了。他说会不会是我女朋友跟我们闹着玩呢？我的第一反应是那怎么可能，那可是房顶上，而且是一袭白衣。此时小韩上厕所回来了，可他回来的第一句话是问我们有没有见到一个白衣女人从房顶上飞了过去。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说我们也看到了。想到这个广场才修建好不久，而且出现过意外死亡事故，摔死过人，我们3个心里不禁发毛。不过还是抱有侥幸心理，也许是我女朋友在跟我们闹着玩。大概过了3、4分钟吧，我女朋友来了，但她穿的却是棕色的外套跟黑色裤子，和我们刚才见到的一袭白衣完全不同。当时雨越下越大，我们简单的吃了饭之后，我就送女朋友回家了。过后我们3个人一起回到了小帅跟小韩的出租房，他们2个的房子租在一起，不过很是简陋，因为便宜嘛，而且为了上学方便，选择租在了那里。那后面全都是大山，并且有很多的坟地。当晚我是跟小韩住的，雨越下越大，窗户被风吹的是隐隐作响。小韩起身去关窗户的同时，楼下的狗却不停地对着山上的方向狂吠起来。
那叫声是我第一次听到。如果那只狗是个人的话，可以用撕心裂肺来形容。小韩让我过来看，我们顺着狗狂吠的地方看去，半山腰有一个黑影，好似是有个人站在那里一样。那只狗啊，就对着那里狂吠。我们那时候也就16、17岁，并没有感到害怕，但第一感觉就是有不干净的东西在跟着我们。反应过来之后，我们都紧闭窗户，让小帅过来，在聊了会儿天之后就睡着了。第二天我回去以后呢，就跟我妈讲了这件事儿。我妈一开始并没有过多的说什么，不过在回去扫墓以后，我妈还是去找到了我们老家的一个老婆婆。那个老婆婆我们从小就知道，每逢清明或者是7月半的时候，她都会去挨家挨户的给一块小豆腐，以及一块我们老家俗称的糍粑。如果哪家有灵异事件之类的，都会请她去叫魂。我妈呢，请她帮我也算了一下。那个老婆婆说，你家的孩子看到的白衣女子不是鬼，而是活人的魂魄。我当时听着呢，也是挺懵的。至于那只狗的话，老婆婆说她是在跟鬼在吵架，接着用一个鸡蛋滚遍了我的全身之后，打进火里给烧了，并且让我跟那2个朋友讲，让他们回去也跟大人说一说，让大人找人帮他们算上一算。这件事儿我到现在都还时不时的会跟朋友们提起。以前我们没搬迁之前住在农村，经常发生灵异事件。最离谱的是一个女孩子撞邪了，全村人都在找。后面人们看到她从坟山上下来，从河里走过来，鞋都没湿。我们那儿那时候还没有修桥，带回家了之后，她家门口出现了一条蛇。她家大人都没敢弄那条蛇，好好的把那条蛇给送走了。我们几个小孩子呢，趴在窗户外面偷看过这个仪式。那个先生嘴里念念有词的，最后鸡蛋是打在了火里给烧的，冒出了一缕黑烟。说到这儿啊，还有我的一个亲戚，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他，也是我们村子没搬迁之前，他被鬼上身了。我全程在场，非常恐怖。他张牙舞爪，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说要把谁给杀了。几个大人呢拉着他，后面我坤哥被上身这个人的侄儿子，大人们让他去捡柳树枝来打，打得在地上滚来滚去的也都没用。还是最后一个老人家说用玉米杆子点点火，看见火的时候他就会害怕的，就到处的躲，人们就按着他，接着用玉米杆子点燃火，在他的身上到处的烧，才恢复过来。这恢复以后啊，他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变了个人一样，很是虚脱。他开口就说，妈，你们在干啥？太邪乎了。第二天听大人们说的是，他被以前去世的亲戚给上了身，很多的细节记不清楚了，这些零零总总的都是我7、8岁时候经历的了。而且这件事儿我是全程都在，现在回想起来还头皮发麻。黑影。小时候大概是在小学以前吧，我和爸妈呢都住在北京，和亲戚一起合租的一个院子。再后来亲戚们都因为工作原因搬走了，就只剩下我们一家。我们家住的那个房间屋顶是最高的。某天晚上，我照常睡在爸妈的中间，头朝着天花板睡觉的半夜，我什么也没见到，眼睛也没看到什么光源。可是就在那一刹那，突然的瞪大眼看着天花板，目光往天花板的墙角去，就看到一个黑影，轮廓非常的清晰，甚至衣角都能看到轮廓。他就脚踩着天花板站在那里，就像物失重力一样。那时候的我是有鬼的概念的，但不知道为什么第一眼不害怕，
就看见他开始在两边的墙角来回的走，可突然走到一边的时候，好像是发现我在看他，就突然开始朝床走了过来，越走体型越大，可能是天花板太高，又或是近大远小的原因吧，我就害怕的大叫了起来。父母被我吵醒以后开了灯，以为我是在做噩梦，也就安抚一下就睡着了。我当时也以为自己可能是在做噩梦吧。自从那以后，我每天只要是看着天花板睡觉，就会睡不踏实，总感觉有东西在盯着自己，即使睡着了也会100%的做噩梦，要不就是半夜突然醒来。到现在听过的鬼故事越来越多，也对鬼有了更多的了解，当然已经对当初的那件事儿释怀了。但即使是这样，只要面对的是天花板，我依旧会辗转难眠。小时候呢，特别的怕鬼，但越是害怕，我越是会着迷，所以小时候就经常听鬼叔的故事，每一个都市传说都要害怕个2-3天。身边人呢，也或多或少遇见过些无法解释的怪事儿，现在反而是以释怀的心态面对了。谢谢鬼叔陪我度过了那段时间。故事到这里，鬼叔也感谢这么多年来一直收看收听鬼叔怪谈的你们，我们是彼此陪伴，不然鬼叔一个人不可能坚持这么久，一个上古的灵异视频 UP 主。好了，本期结束，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欢迎投稿给鬼叔。下期不见不散。